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《牛来》登陆院线，惊呆观众，建模粗糙，画面全程崩坏，零宣发无预告直接上架。海报是水墨国风画风，正片却是低精度 3D 动画。在 AI 技术盛行的今天，这样的电影让人很难绷住。有网友质疑其是如何拿到上映资质的。据公开数据，该片上榜10天，累计票房仅为7711元人民币。该片的演职人员总共2位，其中信宇萌身兼数职，同时担任了导演、配音演员和演员。你慢点儿，然后这才能上来。我的孩子，你来了。我饿了，妈妈。不是刚吃过吗？蜗牛要成为后世，可不能做傻事。跑不快的肥牛是要成为盘中餐的。爸爸说的有道理，走，跟妈妈锻炼去。我该窒息了。牛来！看哪吒也就图一乐，真懂动画的人还得看牛来。万万没想到，2026年的暑期档居然杀出了一匹真正的黑马，它就是动画电影《牛来》。上映之前零宣发，上映之后零宣传，却硬是凭借自己的硬实力和口口相传的夸奖，在上映9天之后拿下了7169元的票房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7169元没有万。去掉影院的分成之后，制作组大概能拿2341元。这笔钱虽然杯水车薪，但好消息是，这部动画电影的制作组只有2个人，一个就是身兼导演、配音加演员的信宇萌，另外一个就是女配音员孙俪芳。在这个 AI 动画视频漫天飘的时代里，信导仍然不忘初心，坚持纯手工创作。为什么这么笃定这部电影里没有 AI 画面呢？因为 AI 画不出来那么难看的画。这部电影讲述了直立牛一家迁徙的故事，男主角因为从小站不起来，于是牛妈就给他取了一个牛来的名字。更逆天的是男2号小豹找个上过3节美术课的小学生来画，都比这位导演画的更像一头豹子。网友只能犀利的评价导演的画工好像纸扎的一样。现在牛来这部动画片已经彻底火了，因为网友们都想看看这么难看的动画到底有多难看。但可惜的是，这部电影的排片极少，全国都没有几个上映的影院。如果排片多一点的话，绝对能和哪吒争一争国产第1动画的宝座。2026年暑期档最牛的电影来了。妈妈，牛来，它不是八仙，也不是欢迎来龙餐馆，而是一部几乎没人听说过的牛来。零宣发、零预告、零路演，悄悄上映，然后靠一己之力把抽象这件事演绎成了一门行为艺术。
这操作堪称弹幕最多的打法。先看战绩，上映10天票房9031块，观影人次331，排片原本少到几乎绝迹，全国就剩2家影院还在硬撑，但这片子硬是靠抽象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北京、广州加场了，长沙也安排上了，这排片走势比电影剧情还离谱。那他是怎么骗到那300多个勇士的？全靠一张水墨国风海报，意境拉满，仙气飘飘。乍一看以为是经典国漫的隐藏黑马，结果正片一放，全场实话。3D 建模棱角分明得像用 Windows 画图 3D 赶出来的，角色动作卡得像 PPT 逐帧播放，台词念得有气无力。有网友锐评说他是大学生期末作业都算抬举了，还有人翻出10几年前那部雷锋的故事来对比，人家好歹是 TV 动画，这可是2026年的院线电影嘛。至于剧情嘛，网上众说纷纭，官方说他讲成长，观众说他讲抽象。86分钟做下来，观众大概全程都在想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为什么要买这张票。制作团队更是离谱，导演辛宇萌身兼编剧、配音、演员，整个团队拢共2个人。2021年备案，2026年上映，5年磨一剑，磨出来的效果堪比随便赶了个周末作业。网友灵魂发问，这5年是在研究2个人怎么凑出一部电影吗？然而就在全网都在笑他的时候，评论区却悄悄出现了一批5星好评。乍一看以为是水军，但这片子连宣发费都没有，哪来的钱刷？真相只有一个，第一批受害者花了钱坐了86分钟牢，不甘心只有自己受罪，反手就是一个5星好评。反正我已经下水了，兄弟们一个都别想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年头大家看多了工业流水线上的完美大片，偶尔冒出这么一部全方位塌房的奇葩，反而有种诡异的吸引力。冲着猎奇去的，冲着拍段子去的，冲着验证它到底有多烂去的。牛来已经不是一个电影，而是一张互联网的入场券，你笑它也好，骂它也好，只要你讨论它，它就赢了。所以别问值不值得看，问就是你不好奇吗？今天我们换个投资视角，来聊聊全网刷屏的最低票房电影《牛来》。很多人都在嘲笑它不接，但看懂背后的账，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翻车，而是一次精准计算、主动认输的合规赌注。8月14日，猫眼给出最终残酷数据，电影《牛来》上映10天，总票房仅7705元，扣完所有渠道分成，片方实际到手分账只有2800块左右。一部院线动画长片，忙活大半年，最后到手不到3000块。表面看，这是离谱到极致的亏损。但如果你觉得导演和公司被坑了，不懂行，那你真的太小看这波操作了。先看这家出品公司的底子，注册资本10万，参保人数几亿人，妥妥的小微企业。前身还是装修公司，2021年才跨界转型做影视，整部电影主创就2个人，86分钟完整动画，全程小团队自制。参考行业同类型作品，业内普遍估算，它的整体制作成本也就几万到10几万区间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笔完全亏得起、可控范围内的试错。低成本动画本身就是影视行业容错最高的赛道，投入透明，风险极低，没有巨额负债压力。既然注定赚不到钱，为什么非要做完还要坚持上映？真正的核心藏在3个没人看懂的目的。第1，纯粹的创作者执念，导演辛宇萌一人包揽编剧、导演、制片、配音所有工作，真正做创作的人都懂，作品能过审，能上院线，能和观众见面，本身就是一种完成。第2，公司赛道转型的刚需，从装修工程跨界影视行业，空口无凭没用，必须要有院线供应作品履历，才算真正完成赛道落地。第3，最低成本换取正规资质，龙标从来不代表水平高低，它只代表合规，代表备案，代表资质。几千块的代价，这是小微企业最划算的一次行业入场。至于全网吐槽的零宣发，根本不是没钱，这是教科书级别的及时止损。网友看得特别通透，但凡再多花1分钱宣发，亏的只会更多。不宣传，不造势，冷上映，本身就是在赚钱。猫眼想看一度破1000人，看似热度不低，结果10天只有278人实际购票观影，屏幕前的看热闹人数以万计，电影院的座位空空荡荡。市场用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你，话题可以热闹，产品不行就是不行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扎心金句，这不是一笔失败的账，这是一笔算得清的账。2800块换一张院线龙标，导演觉得值，他就值。牛来7000多块的超低票房，撕开了国产动画最真实的行业真相。头部大片动辄几十亿横扫市场，无数小微创作者裸泳陪跑，行业两极分化，残酷到极致。它不该被无脑嘲讽成烂片，更应该被当成一次极端的行业实验。小微企业能轻松走完全套院线流程，说明准入门槛极低。但真正成熟的影视行业是什么样？不是允许所有人盲目开机，而是让每一个创作者在开机之前就能看清自己的结局。不然，下一个7705元的荒诞票房
永远在路上。反向爆火，国产动画电影《牛来》上映9天，票房仅7000元。影片因建模粗糙、画面抽象、画风离谱，全网出圈，被网友调侃是 AI 时代罕见的手工原始动画。原本全国仅有极少数影院各排1场，随着热度走高，武汉一影院将场次增加到4场，票价23元。那个这个片子这2天问的人很多，就排了加了场次，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曾有看过《牛来》的观众称，奔着水墨风的海报去的，看完发现经费全花在宣传海报上了。动画电影《牛来》反向爆火，票房怒破5万，日排片猛增。牛来因建模粗糙、画面崩坏、剧情空洞，被观众吐槽，创下今年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纪录，却因此意外出圈。睁开眼睛，别睡觉。有网友表示，烂片不一定看，烂到极致的高低，想看看怎么个事儿。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，超5600名网友标注想看。8月14号，牛来全国日排片仅21场，15号激增到359场，票房从7000多元涨到5.3万。记者查询发现，武汉一影院中午场次的牛来售票已超60%。